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4.98，收盘价是238.4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5.68，最低价是在236.3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20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1.207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空头趋势的转变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一路向下，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低位，并且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这些指标都预示着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那同时呢，目前股价，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开盘价的时候已经是在20日均线值下方，那收盘价，同样也在它的下方。通常在多头的趋势中，股价出现回档，一旦收盘价跌破20日均线值呢，将意味着股价，将要转为空头趋势，也就是接下来股价将会，转变为空头趋势。其实目前我们会看到连续4根 K 线，如果我们从单一 K 线来说每一根 K 线都是头头低底底低，其实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已经被建立。那在这里我们说的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目前对它所就是说转为空头转为空头趋势，它瓦解的多头趋势呢，是自10月31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多头已经被瓦解。那么目前这个空头，是从单一 K 线上来说是空头趋势，但是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被转变为空头趋势，它的确认的标志将是1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28。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呢，那么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或者说这个多头趋势转为空头趋势的这样一个走势将会被确认。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然后呢收盘价分别我们给出2个点位，一个是246，一个位置是在242。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51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实际在1月3日收盘价是在238.45，出现了继续下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下行的收盘价点位相差是较大的，但是呢，它们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并且跌破了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这根 K 线是一个锤子线。那如果收盘价跌破锤线的最低呢，那将预示着后续股价将会开启
进一步的下行的走势。所以说，这个目前股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也跌破了这根垂线的最低，也就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所以，我们预测的点位和实际发生的点位，它们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好，那这样一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现在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水平线。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设定的这个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这个垂线的最低是244这个位置。我们先把它删除。好，那对于1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会看到将是228。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跌破了这个位置，也就会确认这个多头趋势被瓦解，同时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空头的趋势。对，因为我们再补充说明，因为股价如果不跌破228，那么在这一路虽然是一个短期的空头，在这一路呢，它我们都会把它称为叫回档。对，一旦跌破它，那么才会说瓦解这一个多头趋势。好，那么第一个目标是228，然后228如果被跌破，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目标是206，那第三个目标是194。目前股价如果跌破228之后，它的真正的目标就是194，而206仅仅是一个支撑位。好，当然我们会看到上方还有各条均线还有这个缺口会成为支撑。对，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止跌，对，目前我们说这根 K 线是含有长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我们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含有长下影线这都是止跌的信号。但是呢，我们这个依然要等待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那止跌的信号 K 线通常这个垂线或者蜻蜓线是吧，或者这种小的红 K， 然后呢，并且含有长长的下影线呢，通常它是一个止跌的信号。对，所以目前我们要等待股价的止跌信号的出现。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根 K 线也很有可能，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如果不跌破前低，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能够说带有一个增量的一个就是说绿 K， 那么我们说这根 K 线将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对，好，那我们再看股价的上行。那股价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如果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能否继续反弹？那么我们要看股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45。其实只要出现止跌反弹245，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标志。那站上它，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出现反弹的走势。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上行，目前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5。对，那第二个目标是269，第三个目标就是279。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到达265之前，这条下行的趋势线还有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将会成为压力。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我们再来看，在1月4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我们要关注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36。那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0日均线值，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其实开盘已经是在它的下方运行了，当然最后会有一个收低的一个走势。好，我们把这个观察线放在这个位置。那我们为什么在盘中要关注236呢？
就是如果股价出现一个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那这根 K 线啊，很容易会成为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也就是股价只要在盘中在236上方运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好，这是我们关注它的目的。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会有进一步的下跌，去测试228。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如果之前我们没有获利出场呢，我们有一个50%的多头仓位，那成本价是在24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目前我们之前给出的是1月3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248，也就是守这个20日均线值，守这个位置。那目前股价收盘价已经跌破了它，所以这个50%的多头仓位目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好，那这样一来，这一波的多头的一个技术上的操作我们已经一直跟进到止损已经结束。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1月4日开盘即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245。我们测算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会到达这个位置，对，所以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228，要跌破这个前低，来瓦解这个多头趋势，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确认一个新的空头趋势。对，228是它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包括前高是在244到245之间。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在248到249之间，在这个区域。那第三个压力位呢，就是这根垂线的最高是251，它也是一个标志，说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站上245呢，将会有进一步的反弹。那如果能够站上251呢，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对，好，我们先给出这3个压力位，当然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56附近。好，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低是236，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28，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225.5到226.5之间。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的走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8，最低下方会到达230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32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如果是横盘，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
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上方最高会到达241，下方最低会回踩到或者说是到达233，然后收盘会收在237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